这应该是我跟大胖媳妇结婚8年最大的一次误会。大胖媳妇今天飞来横祸，最后是他儿子张大铁救了他的命。这不眼看要过年了吗？我寻思跟大胖媳妇去商场买点东西，过年回铁岭送人。约好的，我下班之后，他带着张大铁，我们商场见。结果到点了，他也不出现，告诉我他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些迷人的小吃，现在闹肚子，非常急迫，千钧一发了。现在的情况不适合打车，跟我说他现在到处找卫生间找不着，怎么办？我说你咋就这么掉链子？那你别来了，你回家吧。我就挂了。过了半小时，俺家阿姨给我打电话，上来就说那谁回家了就开始拉稀，不知道在外边吃的啥，现在是连叫唤带打滚，咋整啊？我说没事姐，这绝不是他人生第一次因为在外边偷吃东西闹肚子，甚至都不是这周第一次。过了10分钟，阿姨又给我打电话，都快急哭了。不行了，吐白沫子了，没5分钟一抽翻白眼了，我也来不及经你同意，我直接带他上医院了。医生说他应该是因为嘴太馋，完没见过，在地上捡了一堆银杏果吃，这玩意儿有毒。医生说那狗吃1颗就能致命，他吃了至少20多个，现在可严重了，我看这挺危险，你赶紧医院见吧。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说啥。你说大胖媳妇在吃这个问题上的确很接地气，但是就地舔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？吃银杏果中毒，这不是安陵容的死法。我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人家也不接。当时我真慌了，我也没时间买礼物了。好在我可以直接在网上下单10盒五谷磨坊食养礼。这核桃芝麻粉我一直给我爸囤着，低 GI 不容易升糖，高钙高蛋白高膳食纤维，香浓顺滑好吸收。早餐喝一杯，补充中老年饮食营养。礼盒高端喜庆，哪个长辈收到不开心呢？我按照阿姨给我的定位，我火速冲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我就发现一切都不对。但阿姨就给我打电话说，你就往里走，往里走才是病房区。我就走入了病房区，左边是一排狗，右边是一排猫。我就想，难道说外国人在中国的医保是这么划分的吗？我觉得不对。但是大胖媳妇这个人呢，又让你觉得什么事儿发生在他身上都正常，都正常。阿姨跟我说，你就走到最里边，最里边是特护病房，因为他现在病危。我走到了医院的尽头，打开了病房门，看到了我家户口，于是我就开始配合医生，让户口吐银杏。户口正在逐渐脱离生命危险。大胖媳妇这时候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和张大铁现在已经成功抵达了商场，刚才情况很紧急，没接着我电话，问我现在在哪里。我说户口吃银杏中毒了，我以为是你中毒了呢，我来医院了。大胖媳妇说，我刚才的确有点中毒，那个肌瘤有点问题，我要拉肚子，好不容易找着个店，人家根本不让外人上厕所，我都不行了。我说那你最后咋解决的呢？他说我们的儿子张大铁，几句话就把老板搞定了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我的爸爸他没带你能哎，给你们爆点料，我们家张大铁测智商是一个天才，但是未来身高1.59米。是这样的，前2天我出差了，我妈在俺家，她就看着张大铁和他爸也算认识1年多了，居然啥也沟通不了，全靠比划。我妈就担心张大铁是不是智商有问题，发育迟缓，趁我不在就领他去测了个智商。然后我出差回来了，我一进屋，我妈当家直接冲我放了个大礼炮，给我吓一跳。我妈告我，你儿子张大铁智商159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，比巴基斯坦就低1分。我说妈，等一下，第一啊，智商160那个叫爱因斯坦。第二，这事儿听着有点玄乎呢，你先别跟别人说呗。我妈说全体领都知道了。我妈说这种情况人医生都说了，大概率是父母有一方就是那种超智商人群，但可能没被发现，孩子就非常容易遗传。我说妈，那我肯定不是天才。于是我跟我妈就一起看向旁边的大胖媳妇，母女2人的心里此时不约而同地问着一个问题，莫非他是一个天才？正好放假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我用24小时重新观察了一下大胖媳妇。早上我们带着孩子去游乐场，在路上他就问我说，老有人问我家住哪，我想礼貌的回答他们，但我又不想说咱家小区，你告诉我怎么能给到一个泛泛的回答方式。我说你就说你家住九仙桥，九仙桥是一个区域。大胖天才认真的记了一路，为了记住在路上还比划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九仙桥。结果到了游乐场，人家问你们家住哪儿，如果近的话可以办卡。大胖媳妇立马抢答，不近，我们家住7仙女。不近，我家住在青草店。我都慌了，我说咱家为啥住7仙女啊？对，是9，我咋把9记成7了呢？然后我妈呢，为了给张大铁营造出一个要当科学家的这个成长环境，买了一个牛顿的画像，挂在了张大铁婴儿床的正上方。我们回到家，大胖媳妇一进屋吓一跳，问我这人谁呀？这个人呢，他们课本中也学过，叫 Isaac Newton， 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名叫牛顿。大胖媳妇说，汉字我几乎不认识，但是牛我认识，非常厉害的意思。这个顿他得多厉害，让中国人给他赐姓的时候赐他姓牛。我一直很羡慕中国这一点，就你们老祖宗在给自己选姓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姓牛，这事儿多牛。你没听说过一个外国人，他姓 fantastic。 结果拿铁不吃这套，沉迷奥特曼无法自拔。奇妙积木新出了奥特超甲英雄，除人气英雄还有人气怪兽加拉特龙，工艺质感太牛了，有积木骨架，好操作易上手，孩子纵享拼装乐趣，配备丰富道具，拼完还能继续玩，诚意满满。然而很遗憾，张大铁是天才这个事儿，它是一场骗局，因为我妈没告诉我全部实情。原来那个测试的诊所他测出张大铁智商紧逼爱因斯坦的同时呢，还测他未来身高1.59米。跟我妈说，
不得不说这是巨大的遗憾。然后我妈就买了人家20节课，说要按摩把他的骨头摁开，然后就长个了。我一听，我说这肯定是被骗了嘛！张大铁和他爸这都不是天才。我在公园，当时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这肯定都是骗术。我妈不信，说张大铁和他爸都是天才。我说妈，我求你了，你现在看一眼他俩。爸爸衣服都脱了。爸爸比他大，他比爸爸小，爸是他哥。你爸跟你咋比？你爸给自己还整了个大的。爸整个大的。马上冬天了，俺家这大胖媳妇永远是短袖大裤衩，然后加个棉坎肩。你不知道她是冷还是热，这个穿搭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昨天我正经问她一下，她说胳膊上、腿上都是普通的肉，肉可以动，皮可以动，内脏不能动。我说为啥？她说这不很简单吗？你看你买猪肉的时候，冷冻的猪腿肉、猪屁股都可以买，冷冻的皮也可以买，皮冻还好吃呢。但是猪心、猪肝、猪大肠得买新鲜的，冷冻的不好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内脏不适合冷冻，不适合冷冻。我说哎呀，你可太自律了，你人生的唯一意义就是出栏那天炖一锅豆角，炖一锅豆角。说起这坎肩吧，他还有故事呢。就是当年我回国工作了，他一个人带女儿在国外的时候，他在一个运动品牌打过工，然后这个品牌呢就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个坎肩，就起到这个宣传的作用。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现在赚的吧比你多，要不然这活咱不干了，就好好带孩子得了。结果第二天上班，他跟疯了似的，逮谁跟谁说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我再也不用搁这卖马甲了。然后这不就辞职了吗？辞职那天，他同事瞒着他，给他设计了一个惊喜道别 party， 哎呀，就给他唱歌道别，就场面整的可煽情了。老板还跟他说，我们永远欢迎你回来。他跟老板说，我刚才说话你可能没听着，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，你要是我，你回来呀。结果一顿炫耀，离职回家，回家发现把人公司发马甲穿回来，领导还给打电话问他，你媳妇不在中国挣钱了吗？你咋还顺公司公务呢？结果你说头一天高调道别，第二天还得回去给人还马甲，但是后来马甲又寄回来给他了，因为这个马甲的下半部分已经被他撑变形了。新来的员工穿上这工装，肚子漏风，都拉稀。然后我老公这马甲他穿了很多年呢，4月在成都穿，10月在铁岭也穿。有时候你就在想哈，他是真不冷吗？他说他真不冷，但是你要说他真不冷呢，天天冻得大鼻涕拉碴的，还得兜里揣着亲肤原木金装，特别细腻。即使他鼻炎犯了，鼻子红了，他的亲肤触感也不疼，不刺激，贼软还贼强韧，湿水都不容易破，也不容易掉脂屑。不光冷热部分，他对时尚的品味也很难评。去商场什么欧美版日韩风，什么流行的他都觉得土，就喜欢那花边和大钻。因为他跟我说，他小的时候在义乌走向国际之前，加拿大这种带手工的衣服老贵了。你们看到的他穿的衣服都是被我管束之后的，我要让他随便按照他喜欢的风格穿衣服，这么说吧，都得离。昨天我跟他说，我说你也捯饬往年轻了打扮，你如果嫌热，你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假领子、屁帘这种东西，这样你不真叠穿，但能穿出叠穿的效果，显年轻。然后就把屁帘留个边啊。结果晚上我去幼儿园接张大铁，看着他了。哎，宝贝，你干啥呢？我让你留个边儿。露边了。最后我终于解释明白了，留个边儿是留下边儿，不是留上边儿。这回穿对了，潮人去上班去了。但是他的身材吧太特殊了，这个屁帘卡在肚子中下部，他很难受。一天下来不知道咋整的，就秃噜上边去了。回家的时候跟我说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我上这一天班，没有人看出来我衣服叠穿，都说我衣服穿帮。哎，你爸穿这是不是有点磕碜？大